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my。如果你常常看我的视频，那你会发现，今天我在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不在中国，我在西班牙。现在我在西班牙的南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叫做格拉纳达 （Granada）。我从巴塞罗那坐飞机到了这儿。今天早上6点，6点半，我到了飞机场。很快，我坐飞机，差不多1个小时，1个多小时，因为在格拉纳达天气非常热，很热，所以是午休的时间。在路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路上没有非常多的人，没有很多的人。刚才我去了在格拉纳达最有名的这个宫殿，叫做阿尔汉布拉宫。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饭店没有开门，因为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那在西班牙的南边，天气还很热，我觉得今天是30多度。那我觉得在这边吃饭的时间，差不多午饭是1点半到3点左右，饭馆会休息，所以现在4点半，很多的饭馆都是关门的。我觉得可能7点半以后，那很多的人会出来吃晚饭。那刚才说到了，为什么我会想来这个格拉纳达，有2个原因。这个是我这次西班牙的旅行，我最期待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看了一个韩国的电视剧。这个韩国的电视剧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喜欢看韩剧，或者你喜欢这个西班牙的旅行，那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很有意思。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看了这个电视剧以后，我说哇，这个地方太漂亮了，我一定要去。没想到，可能2年前第一次我看过这个电视剧，2年以后，那我就来到了这个格拉纳达。今天我已经去过了这个宫殿，真的太漂亮了。那第2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学习西班牙语，我也对西班牙的文化或者是很多的地方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也看过很多关于这个格拉纳达和阿尔汉布拉宫的这个介绍，它的历史和这个地方的文化让我非常的感兴趣。所以终于今天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还是特别的热，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来西班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南方一定要参观的一个地方。那我今天就会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想参观这个地方，可能有几个问题你需要注意一下。我会告诉你一定不要做什么，千万不要做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城市。你以后再来格拉纳达旅行的时候，希望可以帮助你。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第一件事情，你如果想来格拉纳达，一定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提前买票，提前在网上买票。我大概1个月以前买了
阿尔汉布拉宫的门票是在网上订的。那我来西班牙以前，我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来这儿，所以呢，我听说这个票非常非常难预定，差不多1个月或者2个月以前你就可以预定。所以，如果你打算来格拉纳达旅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预定阿尔汉布拉宫的门票，因为常常很多的人快到了或者已经到了西班牙，买不到这个门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要忘记提前订票。而且我发现，在西班牙有很多的地方，你都需要提前订票。比如在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非常有名的这个圣家堂这样的景点，或者是高迪很多的建筑，都需要提前订票，而且你需要很长时间以前订票。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建议。那第2个建议，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现在戴这个墨镜和戴帽子，天气非常好，是晴天，而且我听说在格拉纳达，在西班牙的南边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晴天的，很少有下雨的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你来这儿，我觉得非常容易可能晒伤，而且这个温度非常的高，7月和8月的时候差不多，我听说40多度。如果天气非常的热，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在最热的时候，比如像今天下午3点4点的时候，已经到30多度，一定要多喝水，可能试着在里边，不要在外边休息一下，下午的时候休息一下，注意防晒，要准备好这个防晒的东西，比如戴帽子、戴墨镜，抹这个防晒霜这样的。那我的第2个建议就是，千万别忘了准备好防晒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地方都会非常的热，早上、晚上和白天的温差非常大，可能你需要准备好需要的衣服啊。白天的时候很热，可能晚上的时候有点冷，那你要准备好防晒的东西和衣服，需要的衣服。这个是我的第2个建议。第3个建议，我刚刚到了1天，但是呢，我发现今天在阿尔汉布拉宫的里边，我在这个格拉纳达的城市，它的马路不是平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坡，这个是下坡，也可以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的这种楼梯是上下，我觉得需要走路啊，走楼梯，爬上爬下，要很多次。我觉得一定要穿非常舒服的鞋。我看很多的人会穿拖鞋，因为我今天穿了运动鞋，那我觉得可能会更方便。如果你穿这个凉鞋或者是拖鞋，一定要穿非常舒服的，可以更好的去保护你的脚。因为我觉得在这儿这个路很多都是石头的路，所以可能不会特别的方便，也有很多的上坡和下坡的路，那一定要准备好非常舒服的鞋。在阿尔汉布拉宫里边，你也要走很多的楼梯，走很多的路，上坡和下坡的路，所以千万别忘了准备好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凉鞋。这个是我的
第3个建议。那第四个建议，就是我已经在前边说了，就是温度非常非常的高，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很强。现在是下午的5点左右，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晒。那我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的人他们会在这样的时间，就是休息一下，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可以出来。中午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吃了午饭以后，很多的饭馆或者是很多的商店都会休息一下，关门。因为这个天气如果30多度、40多度的时候，真的太热了。所以呢，很多的人他们的活动一般都是晚上。那我觉得，如果你来这儿旅行的话，这个时间可能最好在酒店里边睡一个午觉。如果有游泳池可以游泳，在里边有空调的这样的地方会更舒服。休息一下，等到晚上可能7点8点以后，因为在这儿的饭店9点、10点、11点还是有很多的人。所以不用担心有很多的饭馆会在比较晚的时候关门，所以大家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出来吃晚饭。那很多的饭馆也是在7点半、8点左右开门，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我的第4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像我一样在外边，因为我刚刚去了阿尔罕布拉宫。特别特别的累，天气很热，让我觉得更累了。今天早上我很早起床去坐飞机，所以呢，现在我真的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很有意思，这个 Granada 这个格拉纳达，它在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石榴城。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石榴树。但是我在这儿看到更多的应该是橘子树，就是在我的后边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是橘子树。在路上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橘子树，我觉得橘子树比石榴树更多一些，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我觉得第5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在西班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小心你的东西，你的手机、钱包、你的银行卡、你的护照等等。特别是在巴塞罗那，那游客非常多的地方，小偷就会很多。在我的手上可能会挂一个这样的手机链，然后我会把它挂在我的手上，然后呢，这种包我也会背一个比较安全的、比较结实的这种包，在用的时候会更安全，然后把这个你需要背的东西放在这个小的包里边，放在前边，这样的话是更安全的一种方式。那第5个我在这边的建议就是，当然我知道我们需要用手机，发短信呀、看地图啊，你在旅游的时候，这个手机非常的重要。那比如在你的旁边有非常多的游客呀，或者是有很多的人突然在你的旁边，也是你用手机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你也可以买一个这种手机绳，把它挂在你的手上，像我一样这样挂在手上。那这样的方式可以减少被别的人偷你的东西的这样的可能性。那这个是我给大家的第5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保管好你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偷东西的情况、偷东西的现象，我听说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你在游客很多的地方，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机
放在桌子上，那这样的情况非常容易被偷。那这是我给大家的第5个建议，就是一定千万要注意保管好你的东西。那第6个，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果到了格拉纳达，我应该在这儿玩多长时间？可能我待1天，还是2天，还是更长的时间？那我的建议是，当然你一定要有1天的时间来阿尔汉布拉宫。去了阿尔汉布拉宫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力气，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大，你已经走了很多的路，而且还有山，那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力气在做别的事情。那第2天或者是第3天，我觉得你一定要给你自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慢慢的走一走，在这个城市里很老的街上走一走，喝酒，吃 tapas。今天我有点忙，我在这儿住的地方附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公园。然后我发现哇，这样的小一点的城市，真的非常美。天气也非常好，虽然现在是中午，然后有一点点的热，现在是9月，那天气已经比较凉快了，特别是早上和晚上，我觉得有点冷了已经，但是中午的时候，比较热，那可能你需要准备好这个衣服，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给你自己足够多的时间，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比较轻松的去享受非常老的、非常有特点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给大家的第6个建议。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我都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我的感觉。第7个建议，这个也是我的当地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的，就是在格拉纳达，就是在西班牙的南方，塞维亚和格拉纳达这2个城市，或者是其他附近的城市，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每年的7月和8月真的太热了，和火炉一样，是西班牙很有名的火炉城市。那当地的人，他们在7月和8月，他们也会去其他的城市，去海边，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度假。那9月份的时候，学校开始上课，慢慢的很多的人他们也会回来，所以我觉得7月和8月不是最好的时间。9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间很合适。当然，如果你可以选择这个晚一点，不在7月和8月，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季节。早上和晚上真的非常舒服，所以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觉得最好不要在7月和8月的时候来格拉纳达和塞维亚旅行。这个是我给大家的第7个建议。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格拉纳达旅行，我觉得可能会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我也会放一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很漂亮的视频，关于这个格拉纳达和我的欧洲的旅行。虽然我不是西班牙人，但是呢，我希望可以用中文给你们介绍这个西班牙的旅游，我的旅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你可以一边学习中文，一边跟我一起去旅行和学习很多新的东西。那我这几天都是吃的西班牙菜，那喝了很多，就是尝一尝不同的酒，啤酒、葡萄酒，还有在这儿的鸡尾酒。那我也吃了 tapas，当然要吃 tapas。
常常很多的饭馆是你点一杯酒，他会送给你，他会给你免费的 tapas，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文化也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儿跟我一起看一看我的旅行。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旅行。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方式学习中文，请你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会跟你分享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我是安妮，我们下一次再见。